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随着年龄的增长，70岁的老杨明显感觉自己不再年轻。一到冬天，老杨每次洗澡总是瑟瑟发抖地走出浴室。前不久，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洗澡的老杨，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有一股子臭味。于是，老杨决定脱光衣服，彻底的洗个澡。然而，当老杨进入浴室10几分钟后，他便发生了意外。老杨躺在浴室的地板上，胸痛不已。幸而此时，刚下班的儿子发现了，立刻把老父亲送到医院抢救。由于抢救及时，老杨也捡回了一条命。近年来，洗澡中的猝死人数有所增加，尤其是老年人，约占80%。老年人洗澡也会发生猝死，因洗澡中诱发心脏猝死的事件日渐增多，而疲劳时候洗澡也是诱发猝死的原因，尤其是老年人，特别需要引起注意。洗澡时室内空间密闭，低氧环境下容易加重心脏的耗氧量，因此如果洗澡者本身就患有心脏病，那么就很容易引起猝死。另外，不适当的时间和方式洗澡也可能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一般来说，老年人洗澡发生意外的原因多种多样。总体来说，老年人应该注意以下这几种主要的原因。温度变化。首先，如果在冬季洗澡，老年人暴露在寒冷的环境下，很容易使得血压突然升高，并增加出血和猝死的风险。随后通过温水浴降低血压，会导致大脑、心脏和消化道等的重要器官的血流量减少，从而增加发生脑梗塞和心梗塞的风险。夏季洗澡的时候，人们在夏季很容易产生疲劳，人体的代谢速度加快，机体消耗量也增加，因此也更容易产生疲倦感。此外，白天人们的排汗量也增加，导致大量的水分流失，消化液分泌也减少，可以引发食欲下降、困乏等的不适症状。而到了夜晚，气温过高还会影响睡眠质量，造成睡眠不足。洗澡时间过长。随着洗澡的时间的增加，血压的变化也很明显。在更衣室温度低的情况下，洗澡前已经发生血压上升，在高温下淋浴后，血压会进一步上升，后来血压开始下降。洗澡后大约4分钟到5分钟后，收缩压比洗澡前下降51%。有时老年人会随着从浴缸出来时的方位动作，血压会进一步下降。实质上，老年人在洗澡时血压下降也受热水温度的影响。物理作用。洗澡相关的物理作用包括温热作用和静水压作用。一般来说，当老年人泡在浴缸里，末梢血管会受热膨胀，血流从大脑和心脏重新分配到末梢血管。另一方面，静水压作用于身体，会增加静脉回流，增加血压和心输出量来自这些器官的血流。重新分配会导致老年人出现缺血症状。洗澡时的水温不宜调得过高，过高的水温会使身体的毛细血管扩张，当血液扩张到血管的表面，体内重要的器官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对于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等疾病的患者来说，很可能就会诱发中风和心肌梗塞。血压波动。尤其是本身就有动脉硬化、高血压、糖尿病的老年人，再加上洗澡时间过长，很可能就会诱发脑梗塞、心肌梗死、心脏猝死。一般来说，老年人使用超过42摄氏度的水洗澡，洗澡后的血压下降持续长达12个小时。由于血压下降持续时间长，因此不仅在洗澡时，而且在洗澡后，脑梗塞和心肌梗塞的并发症的可能性会很高。一旦如此，老年人很可能会昏厥和头晕，从而发生跌倒事件。最后，老年人长时间高温洗澡，会因出汗而导致脱水和高凝状态，进一步增加患脑梗塞和心肌梗塞的风险。老年人洗澡时注意几点更安全。洗澡前避免空腹，适当的喝点白开水。在洗澡前一定要吃一点东西，否则空着肚子容易增加饥饿感，从而带来低血糖的风险。
提前半个小时让稚子摄取足够的白开水，尽量保持在200毫升左右，这样就能避免或者是减轻老人在洗澡时因为皮肤血管扩张或者是大量出汗而导致发生一系列的不适感，还能够让身体有足够的水来吸吸血液。2、控制洗澡的次数和洗澡的时间。在冬季空气较为寒冷，许多老人皮肤比较干燥，而老人出现的这种情况会认为是皮肤不洁净而所导致的，可能会造成老年人经常洗浴，也会造成皮肤越来越干燥，脱屑也会越来越多。一般冬季1周洗1次澡为宜，每次泡澡时间也应该有所限制，最好不要超过20分钟。由于浴室温度不断升高，会引起老人群体心率加快，甚至还会导致血压降低的情况，这对于心血管健康非常的不利。3、确认身体无恙。如果老人在洗澡之前身体的疲惫感非常严重，或者是精神状态比较低落，同时还伴有头晕头痛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不建议马上洗澡。浴室属于一个闷热封闭的环境，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在这种环境里会增加不适感，如果头晕现象加重，还会出现滑倒的风险，这对于我们的老人来说是很大的风险。4、带个小板凳。老人的体力有限，长时间的站立可能会感到力不从心，很容易滑倒晕倒，因此老人洗澡时可以带一个小板凳来借力，站累了可以坐着洗，既省体力又不用担心会滑倒。小板凳最好是木质的，塑料的不仅不够结实，沾水后还容易湿滑，造成伤害。浴室地面应防滑，最好在老人入浴前铺放防滑垫。5、进浴室后别锁门。老人进浴室后将门虚掩即可，最好不要从里面反锁，这样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家人能够及时的提供帮助。身体状况较差的老人最好在家人的陪护下洗澡，家人也要注意估算老人的洗澡时间，及时提醒，多留意。如果老人进入浴室的时间较长，可以敲门问一下老人的状况。老人进浴室后，家人不要将电视音量调得过高，以免听不到浴室内异常声或者是老人的呼叫声，避免发生危险。洗澡虽简单，但洗不对有隐患。老年人洗澡，以上这几点一定要注意哦。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